大家好，好，我是王大刀，我很坏，我是一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每次上台开始讲段子之前，我都会先迅速的扫一遍第一排的观众，准确定位每一个男人的位置，然后我会从右往左开始，看着他们，然后开始观察。我想从他们的脸上找到一种表情，那种表情叫做害怕。现在对待男性的态度已经非常独特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我跟男性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从小开始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从小开始，我很喜欢男的，非常喜欢。我从幼儿园开始就有喜欢的男生了。那是一个幼儿园的午休，我去找他，我想邀请他和我一起午睡。但是等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躺在我最好的好朋友小宁的旁边了。那一刻我特别难过，我想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小宁很好，但是为什么？我想起我们吃幼儿园好吃的小炒肉，小宁吃到好吃的小炒肉，好吃。我吃到好吃的小炒肉，我说好出色的畜生。小宁她就是那种情绪冷冷的、淡淡的、很优雅那种冰山美人，而我从小是你们过生日的时候永远关不掉的那盏莲花蜡烛。我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喜欢的男的没有一个喜欢我，没有一个。我不懂，因为我从小开始我就很喜欢我自己。我小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我走着走着我就在想，我说我好有意思呀。但是那些男生好像不懂我的性格魅力。我不怪他们，因为我觉得如果他们的认知还不够，他们就是不能欣赏我，他们审美认知不够而已。我想让他们提高一点，快点提高，所以我要扩大我的性格魅力，拓宽他们的审美边界。我要做一个性格暴露狂。在学校的走廊上，如果有男生和我擦肩而过，我就直接一只灵活的母猎豹。但那些男生只会绕开我走，我简直不屑一顾，因为绕开猎豹走的只会是懦弱的羚羊。我一定会找到配得上我的极致糖浆。但是我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发现我遇到的男人全是羚羊，没有糖浆，没有。快大学毕业了还没有爱情，我想不行了，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了。我想喜欢冰山美人是吧？那我就做一个，我就开始训练自己的肢体动作和情绪表达。后来我成功骗到了一个男的，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他当时开车来接我，我坐他的副驾驶。我平时是怎么做的？我平时都是这样做的。我这两条腿不可能并起来，我的胯和男人一样是需要呼吸的。但是一个冰山美人要优雅 elegant， 所以那天我坐他的副驾驶，我都是这样做的。我的背挺得超级的直，我这两条腿盘在一起。安妮海瑟薇演的《公主日记》里面做一个真正的淑女就是这样做的。第一排的女生全部给我学起来。我们去商场逛街啊，试衣服，很多人他都会这样穿，先把左手伸进左袖口，右手
可能会找不到优秀狗。不要这样穿，这样非常的不优雅。我从来不会这样穿衣服 ，never。我都是这样穿的。Just like a magic 。我每次见他，我都会尽量的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很好看。我特别记得刚在一起之后，有一个晚上，我当时都要睡着了，他突然把头凑到我的耳边，非常小声的问我，他说：“你不用卸妆吗？”我还能怎么办？我只能装睡，带着妆继续睡。后面他去青岛玩，他给我带了一个礼物回来，一个海边捡的石头，也太抠了。但是一个冰山美人是不能这样说话的，要优雅，要冷静，要神秘，没有攻击性。我说怎么带了一个石头回来？他说因为你的英文名叫 Stone 啊。我说老子现在开始叫 Diamond。他说你怎么能说老子？他听不见 Diamond， 只听得见老子。粗俗早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融入我的血液当中。我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些冰山美人总是话很少了，因为话说的越少，老子混进去的概率越小。最后我们没谈几个月就分手了，露出的马脚太多，然后分手之后我发现睡觉还是卸妆睡最舒服。然后有人听了我这篇稿子之后，他就问我，他说王大刀，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表达不要通过扮演或者是化妆来获得爱情的故事吗？但是你扮演一个冰山美人是那么的自如、自洽、舒服。我想我还挺牛的。但是我真的舒服吗？我其实不舒服，这只是现在的我在讲述过去的我的一段故事而已。我特别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去餐厅吃饭，他和他的朋友看了菜单就定了吃什么，都没有问我。我也很喜欢吃东西啊，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我很难过，其实我很难过。我觉得我在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需要做一个意见和情绪都不强烈的人。你问我想表达什么，我想谈论很多时刻。我想谈论大学的时候，一个人走在步行街上，一个变态老头骑着自行车绕着我画圈，他盯着我说要看看。我当时真的非常想说点什么回击他，但是我没有，我没能说出什么。你问我想表达什么，我可能想说，我不想因为一些自我的羞耻或者一些身体的羞耻而失去自己的不满，失去自己的意见了。我想要歇斯底里。I wanna be historical. I wanna scream. I wanna shout. I wanna cry without any guilt. I don't wanna keep silent because of my shame and the education that I received. 我也希望有一天会用四川话说那些不说英文啊，就是。刚那些东西一个梗都没有，但是你们听得很认真，对吧？Just like magic， 谢谢大家，王大头。大家好，我是王大刀。我从小开始，我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很谨慎。我小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我就会看后面有没有人在跟着我。如果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我就会走很快，对吧？大家都会走很快。如果我发现他也走得很快，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害怕了，我就会我从小到大老是遇到一些变态，有时候我都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就问我朋友，我说
你有没有遇到过变态？他想了一下，他说今年还没有。我就想起很早之前我遇到的一个，是在大学的时候，大学有一年，我一个人走在学校外面的步行街上，有一个60、70岁的老头骑着80年代的自行车朝我骑过来，他的头特别的秃。当时建设银行的蓝光和建设银行旁边卖衣服的红光打在他的头上，随着他的移动，我以为有辆警车开过来了。他开始慢慢的逼近我，当我们两个只有半米的时候，他开始以我为圆心，开始骑车画圆。我当时一边往前走，一边发消息给我朋友，我说有个死变态以我为现在骑车画圆。但是他画得太圆了，我全程看不到他的侧脸和后脑勺，他的正脸死死地对着我，我是一个移动的圆心，但是他画的每一个圆的半径都保持一致。我当时觉得他骑了个派。就这么绕了几圈之后，他终于说话了。他当时死死地盯着我的那里，他说：“看看。”朋友们不要担心，我没有给他看的。我当时想看看，他的用词也太精简，他的语气也太傲慢了。他没有用询问语气，可不可以看看？他也没有用主语，我可不可以看看？美爱看看？他只用了2个字，就让我的情绪这么复杂。我不可能表现出害怕或者是惶恐，让他觉得他骚扰到我了。他得逞了，而且我要比他更精简，更精简。所以当时他说看看，我说啊，他以为我耳背，他又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我俩阿卡贝拉。就这么几个回合之后，他可能觉得他今天看不了了，他就骑着车走了，消失在暮色当中。那个时候我的腿已经吓得就是腿发软嘛，就是我一个人就走回学校。然后朋友问我，他说王大道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化解这个变态老头对你的影响的？我想说没有什么影响啊。他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在骑车画圆？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在路边等人什么就会骑车画圆。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我19岁的时候遇到这个老头变态，我真的觉得他当时走的有点太轻松了，他全程连车都没有下过。我想如果我现在穿越回10年前，我再遇到他，我不可能让他走得那么轻松了。假设我再遇到他，他又骑着自行车开始以我圆心，开始骑车画圆，盯着我说看看，期待着我的害怕和惶恐，我就现在又看，你俩懵了对吧？老头也是，就是毫无逻辑。然后我直接上动作。我直接起舞，他也不骑车了，他把车停下来看着我，他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女人，他害怕了，他觉得我有病，他就骑着车仓皇逃离现场。我看他没有任何的回馈，我就眉飞色舞的追上去，然后我开始以他为圆心，我 circle 他。然后我会笑着跟他说，我说 The show must go on。你知道我是19岁的时候遇到的这个变态，我现在29岁了，10年了，我经常想起他，我时常觉得我没有真正的战胜这个老头，因为我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回到19岁，真正的给他一枪或者给他一个巴掌之类的。但是我朋友说对我10年了，
他应该已经死了。我想我会去到他的坟头看看他，看看他在他的坟头，我旋转跳跃，他闭着眼。然后我会长久地凝视着他的坟头，然后我会问他，我说还看吗？谢谢大家，我是王大刀。大家好，我是王大刀。你们有梦想吗？我想有。我特别想找到一份我很擅长又喜欢的工作，这样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才会特别有意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到事务所做审计，我当时满怀了憧憬。我去到公司之后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到云南一个农村，对客户的生物资产进行盘点工作，也就是数客户的鸡。为了保护这些鸡的卫生安全，我在进入这些不同鸡舍之前，我必须洗澡、消毒、戴口罩。那是一个冬天，我那天洗了非常多次澡。我进入鸡舍之后，我发现那些鸡在里面随地大小便，里面很吵很吵，几百只鸡一起叫，我就是吵死了。但是我又很能理解他们，因为我要是上班上着上着，我的同事突然不见了，再也没回来。我也会呐喊，可是他们呐喊的太大声了，我有点崩溃了。我说给老子闭嘴！没有一只鸡理我。我那天数了2万只鸡，我回到昆明之后，我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去麦当劳，我狠狠吃了一顿。但是像属鸡这样的盘点工作，其实对审计来说是非常简单的，它更多需要的是缜密的逻辑和对数字的敏感，我都没有。我做了3年，其实我做的很不好，也很痛苦。我就想，那我应该擅长创意类的工作。我又去了传媒公司，我再次满怀憧憬。刚去的时候，领导要带我去跟客户吃饭，我非常讨厌吃饭的时候聊工作的事情，因为我太喜欢吃饭了。我吃饭的时候，我听不见别人说话。一个崩溃了的女人，就是。领导说没有关系，今天晚上不聊工作。那天晚上是吃火锅。我是一个四川人，我真的太喜欢吃火锅了。我当时就盯着那个火锅，想土豆再煮1分钟就可以吃了，毛肚涮15秒，鸭舌可以吃了。你知道，就是时机到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整个人的灵魂和身体，我就徜徉在鸭舌的舌尖上。我说太鲜了。太嫩了。这个时候有个声音传来说：“王大刀，你觉得刚刚张总说的怎么样？”我说：“张总。”谁啊？我当时非常的生气，因为那个鸭舌还在我的嘴巴里面。你知道鸭舌是不同于毛肚和牛肉的，鸭舌是需要你用牙齿和舌尖去雕琢的一件工艺品。工艺品。好，你要聊工作，我们就不要吃火锅。火锅啊，火锅是东西煮熟了就一定要吃的，对吧？毛肚就是涮15秒，牛肉变色了就熟了，鸭肠弯了就要吃了，贡菜要吃脆脆的，不吃就老了。但是我又不能不理他，对吧？我说张总说的特别好，他说刚刚张总说这个项目要给别的公司做。
我当时就感觉自己特别的不专业，对吧？我好像就是不专业，就是他说不聊工作，我就以为真的不聊工作。我2年了，我老是听不懂他的言外之意。我不擅长抓取信息，我非常擅长抓取脆毛肚。你知道，就是5年了。5年了，我都没有找到我擅长我又喜欢的工作。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在公交车上的时候，我在睡觉之前，我就会听刘聪的《嘿空》。你听过吗？是15岁的刘聪和未来的自己对话。15岁的他写信给未来的自己，他问他自己，他说：“这样的日子到底还要多久？我到底能不能成为说唱歌手？”我每次听到话，我就泪流满面。我说他15岁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要做一个说唱歌手。哦，那刀，你20几了，你快30了，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想为了生计去做审计，却去数鸡。就是你知道，说唱我也干不了，然后。我去北京去看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纪念会。我看到那个纪录片，我就是又狂哭不止，泪流满面。我说好你个马丁路德金，哎，你有梦想，你还实现了，你真了不起！我泪流满面。我跟我朋友说，我看马丁路德金，我哭得要命。我朋友说，只有黑人看马丁路德金会哭。我就很难过，这5年也流了很多眼泪，就是老想这些事儿。然后过年回家，我就去看我爸。我爸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他在银行做保安的工作。谢谢你，这是一个笑点。但是做保安的工作，我去看他，然后他跟我分享，他说：“爸爸最近发现，一些学历高的人能力也非常一般。”我说：“为什么，爸爸？”他说前段时间银行来了一个澳洲留学985本科的实习生男孩，行长前几天让他去办公室找一个保温杯，他找了半个小时都没找到，爸爸一进去就找到了。我说为什么，爸爸？他说因为爸爸把那个保温杯给藏起来了。我爸是这样的人啊！我当时就坐在银行的大厅，我就还挺难过。我说，这样的日子到底还要多久？我到底能不能成为说唱歌手？然后他突然跟我说，他说：“爸爸今天给你准备了3件礼物。第1件礼物。”爸爸亲手制作的生理盐水，你有鼻炎记得要喷一喷。还有爸爸给你写的信，来拿到，说谢谢，谢谢。爸爸给你准备的第2件礼物，来保温杯。还有第3件礼物，谢谢。爸爸今天早上摘的桂花特别的香，你闻一下。香不香？香。我当时闻到那个桂花的香味，我就很想流泪，几乎要流泪，因为我想我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那么认真闻过桂花的香味了。我就想我的生活就老是想什么梦想意义，我爸的生活保温杯和桂花。我有时候在想我的梦想是不是像那个保温杯一样被谁给藏起来了。我就坐在那，我说爸，我说你有没有梦想？你的梦想是什么？他说爸爸的梦想是骑自行车去很多地方。我想看我爸也有梦想。
然后他突然又跟我说，他说：“哎，这个桂花真的很香，你再闻一下，你再闻一下。”谢谢大家，我王大刀。